既可爱又不杀生。很好奇吃起来是什么味道？外皮真的好酥哦。Hello， 欢迎收看 Peace and Yummy， 我是林秋玲，我是曼曼。曼曼，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料理是我练习整整2个月的菜哦。啊，听起来很难哎，是什么啊？是碱水版的烤春鸡，一整只的春鸡吗？没错，而且是有咖喱内馅的哦。那是什么来做春鸡呢？它是一个叫德国的碱水面包，然后又叫做 pretzel， 它就是吃起来外皮很脆，然后颜色比较深，看起来就很像烤鸡。很好奇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哎。那在我们料理之前呢，在影片的下方有一个超级感谢功能，大家可以用小额来支持我们拍摄更多优质的素食料理影片哦。那就让我们赶紧来料理吧 ，Go Go！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来制作这个烤春鸡的这个外皮，就是用碱水面包的这个配方下去做。这边准备的是高筋面粉，然后酵母粉、盐跟温水。这个温水大概是45度。先把酵母粉放进去，然后再来放盐。那我们水分2次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揉一下面团。那我们下面放一个布，这个步骤就是要比较有耐心一点，我们要把这个变成面团。变成一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大约8克的橄榄油。好，这样成团之后呢，就让它先放半小时，然后等它发酵。现在准备内馅。好，那我们来切羊菇。这个蘑菇呢，我们就先把它的头剥掉。那我们接着把它切成片状。好，蘑菇的头它其实也可以切碎，等一下我们一起下去炒。马铃薯切成丁状。那红萝卜我们准备的分量大概是30克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先炒这个蘑菇，因为蘑菇它会出水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干炒。它炒到最后就会出很多水出来。好，那蘑菇现在已经出水了，然后香味也都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先把它起锅。好，那我们锅中加油。然后把马铃薯跟胡萝卜加下去，好，现在这个马铃薯已经炒差不多透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蘑菇下去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蘑菇已经出很多水了。我们这个分量大概就是放2块的这个咖喱块，先放大概150克的水，然后因为它这个咖喱块会一直吸水，所以我们再慢慢的加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做比较浓的酱汁，是要包在烤春鸡里面的，所以这个酱汁不要太稀。好，我们前后大概加的水是300克。
那像我们最后呢，就是让它再继续煮更浓稠。好，那我们的浓稠度呢，大概煮成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先熄火，然后把咖喱酱汁放在冰箱冷藏，等一下包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烫手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要讨假包，就是用一下压面机来揉这个面团，因为最近手有点受伤。好，我们刚才这个已经放了半个小时了，就变得比较松软。应该是说我们要先把它整形，让它是比较细长。好，这个我们来来回回大概就是压个10次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再压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机器虽然就是比较阳春，可是它还是很好用。因为像我最近手受伤，没有办法一直揉这个面团，这个机器对我来说就很有帮助。好，这边我们刚才都是朝同一面来压，然后现在是压的还蛮漂亮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换一个面，就是用纵向来压，这样它的韧性吃起来才会比较平均。因为像我们刚才都是这样子嘛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变成横的。这样我们这个面团就可以了，这样揉起来就是一个很完整、就是表面很光滑的一个面团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面团呢，我们把它分成3等份，可以做出3只鸡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先把鸡的翅膀先拿出来，其实这跟粘土课很像。这个可以不用特地去量，说它是多少，就是大概你可以抓你希望的形状。我们先来做鸡的翅膀，把它揉长一点，大概跟你的中指一样长，这样的长度。先把它做好。然后这个是鸡腿，好，这是鸡的身体。鸡的身体里面，等一下我们要包的是这个咖喱的内馅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就是擀平一点，大概是12公分左右的一个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这个腐皮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这个腐皮啊，因为腐皮平常我都是冰在冷冻库，所以它拿下来之后，它会有一点皲裂的感觉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厨房餐巾纸，沾一点水，然后你就轻轻在这上面按压，这样等一下包的时候它就不会这么的脆。因为太脆，你包的时候啊，腐皮容易就是断裂。那我们先把它剪好，这旁边硬硬的皮我们可以把它修掉。这是刚才我们拿去冰的这个咖喱，放在这个腐皮上面。因为其实我们这个 pretzel 就是碱水面包，我们是要吃它比较一个脆的感觉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腐皮把它包起来的话，它的那个内馅会比较湿润。我们再把它整形，变成塑形成一个春鸡的身体。好，这就是刚才说的鸡翅。鸡翅我们就粘住它比较上方的地方，然后这样放着。鸡腿我们就放旁边。好，我们拿个烘焙纸。这个啊，我们可以先拿去冰箱定型。好，今天这道食谱呢，我个人觉得最困难的步骤就是碱水的地方。我打电话给很多烘焙的商店，他们都没有卖碱水，还有碱粉，就是氢氧化钠。我们一定要看那个公式哦，是氢氧化钠。好，这边呢，我就是上次在高雄有一个很大的烘焙的店，叫做旺来新。就是我在旺来新的时候有买到45%浓度的碱水。一般呢，我们要涂在
德国碱水面包上面的浓度是3.6%，所以这个45%的浓度就是10克，再加100克的水。那这边我们有先调好，那记得哦，一定要戴这个手套比较安全。通常我们都是要把这个面包整个浸泡到这个氢氧化钠的碱水里面，然后大概5秒到10秒。那今天我们就用涂抹的方式，如果你用涂抹的，它颜色一样很漂亮，就可能是背部没有。因为抹了这个碱水啊，它的表皮真的就是很像烤鸡，就是很黑黑的，很脆，跟一般涂小苏打的水是不大一样的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这个大概放3分钟，我们就移到烤盘上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先把烤箱预热，220度，然后上下火，预热完之后烤大概15到18分钟。好，那我们进烤箱之前呢，我们先帮他们这些小春鸡各划一刀，因为就是德国碱水面包 pretzel 他们有一个习俗，就是你在做 pretzel 的时候，最后会划一刀，就是有一个故事。好，这样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送进去烤箱。那如果观众朋友你家没有烤箱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气炸锅，因为像我自己在家里啊，我是用气炸锅，那一样就是调大概15到18分钟，可以设定是220度，那它出来也是会像这样子这么漂亮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开动喽。来到我们的试吃时间了，好香哦，我肚子好饿哦，真的有一个香味，而且你看，真的说还蛮像那个烤春鸡的，超像，真的很像烤鸡。而且这一只啊，我有一个小巧思，它有小屁股，超可爱的，这样蓬蓬的，小朋友看到一定很喜欢。这里面是那个咖喱的馅料。就因为我们有包这个腐皮，所以它这面包的皮它还是很脆口的，很小巧思哎，很聪明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做试了很多次，想说怎么吃起来都这么软烂，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口感。嗯，很脆，外皮很脆，对不对 ？pretzel 的面包就是这个特色，咖喱也很香，这感觉可以带去野餐嘛。可是这冷掉应该不好吃，对不对？里面如果不要包馅料的话就可以。这样会太干。我们可以把酱料就是打成泥用沾的。可以耶。我觉得配咖喱内馅很搭哎。那这一集有汽水，要求很多。因为我在过年期间啊，就是我有在家里做很多次这个 pretzel 的面包，还有跟我的侄子啊、子女就是开一个烘焙小教室，然后他们就是一起做这些料理，我觉得很有趣哎。这让我想到，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不是要准备什么鱼啊、鸡啊、猪啊，那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代替？然后又好吃，而且素的这样做，我觉得既可爱又不杀生。我觉得它这个脆皮的地方好好吃的，很酥哎。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妈妈有去买那种面包做的，的薄荷夹，这个我就会吃，外皮真的好酥哦。而且真的要就是用一层那个腐皮包住，不会影响到面包的口感，然后又吃得到这个内馅。好哦，那如果观众朋友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，再麻烦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刚烤出来的真的很好吃哎，我爱趁热吃。而且你包的内馅真的蛮多的。真的啊，内馅要多才好吃哎。就是自己做料理的好处。